时光的宁静中，我推开记忆的门楣，迎着夏日的微风，携一怀灿若夏花的祈念，又开始了一段夏的邂逅。绵绵的雨悠悠地从春飘到了夏，气温已经30多度了。真是连雨不知春去早，一晴方觉夏已深。南方的天气很是任性，雷雨、大风、冰雹、北风、南风、东南风、西南风、台风，而这样的气候将持续半年左右，直到10月末。难怪花友们说，北方有半年在过冬，南方有半年在度夏，看来老天还是很公平的。5月阴雨，7月流火，9月秋老虎，这些都是多肉度夏的必经之路，消亡或是涅槃，就看功课是否做好了。我的多肉以往夏季都会搬回阳台，但是随着品种的增加，今年我开始尝试露台度夏，做了简易的遮雨棚。下面是我总结的一点经验，供南方的阳台党们参考。所有浮盆的多肉，现在开始要有意识地延长浇水周期，让它们逐步适应缺水状态，自然过渡到休眠期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养多肉最难的课程——多肉度夏。只要学会多肉度夏，不但你的多肉不会死，还会省下很多钱。接下来就可以入手任何喜欢的多肉了。夏初养多肉，先说5月吧，这段时间雨量不大，但是绵绵不断。5一出去玩了几天，法师放在棚里避雨，棚边的飘雨太多，加上南风天闷热，就出状况了。红腹轮水大了，使劲掉叶。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，赶紧把露台所有的多肉都打了一遍自配的杀菌药，多菌灵加医用酒精，比例大概是500毫升的水溶剂加2瓶盖酒精。这个杀菌效果很好，特别适合梅雨季节。然后赶紧给生病的法师隔离用药。具体方法是用甲基托布金溶液喷洒植株和盆土，每隔5天喷洒一次，保持通风。多菌灵属内吸性杀菌剂，在土壤中易分解失效，而甲基托布金其内吸性比多菌灵强，被植物吸收后即转化为多菌灵，跟恶霉灵混用，还可用于土壤处理，防治根部及土壤病害，效果很明显。我就用这个方法给黑腐的红腹轮灌根。顺便说一句，多菌灵是肉友们的常备药，但是长期使用容易产生耐药性，可以跟百菌清、戴森猛辛交替使用。最近家中有几颗屁屁花化水了，仔细观察发现是类似小黑飞的小虫，应该是猛虫幼虫。这种虫在春夏之际最活跃，幼虫白色像小蛆，对生石花下不取食，造成伤口感染腐烂化水。创口都在靠近根的地方，梅雨季节在窗口涂抹多菌灵基本无效。把坏掉的生石花清理干净后，可以在花盆里面撒些蚊香灰，能有效遏制蚜虫、红蜘蛛和小飞虫。另外也给刚入坑的萌新们提个醒，天气越来越热，南方的梅雨季真是很考验养功的，没练好基本功的时候还是少买点吧，不光是心疼钱，这些都是生命啊。如果实在忍不住，就买些仙人球养养，整个涅槃季都是球球的花季哦。盛夏养多肉。7、8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肉也进入了休眠期。这时的气温基本保持在36、37度左右，大雨滂沱和骄阳似火像叛逆的双生子相互追逐，对沉睡中的多肉进行着致命的绞杀。于是遮雨遮阳成了手忙脚乱的日常，每次出门都成了牵肠挂肚的煎熬。除了遮雨遮阳，有很多地方的花友们都给肉断水了。断水是个方法，但南方地区的肉友需要特别注意慎重断水，原因有2：第一，南方夏季气温高，温差小；第二，度夏时间太长。如果长时间断水，肉的蒸腾作用持续减弱，容易导致根系枯死，到了秋季也不能正常复苏生长。所以夏季浇水尽量选择傍晚日落以后。阳台度夏的法师景天，选择夜间少许雾状水喷洒叶面，有时候直接用多菌灵溶液加医用酒精混合喷洒。如果气温持续30度以上，生石花小苗又不得不浇水，就尽可能将浸盆掌控在低于1/2或者1/3水位。如果方法你不会，花花也马上把方法分享给你。这样的浸盆法，底部有水，潮气会引导生石花努力往下扎根，同时高温又不会熏蒸到生石花的身体。
如果不能掌握进盆，从上面用尖嘴壶浇水，7寸的方盆绕浇1圈，10寸方盆浇2圈。浇水以后及时辅助通风，第2天不要暴晒，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即可。度夏期间的给水一定要选择在夜间进行。进盆水位法，夏季如果用进盆法的话，教你一个准确掌握进盆时间的方法，我叫它进盆水位法。准备几根烧烤签，一定提前在签子上标注1/2或1/3的水位线。水位线指的是从盆底到铺面的1/2。盆里多插几根签子，插到底。进盆后可以用秒表或者数数，数到5的时候拔一根签子看看水痕，数到10的时候再拔一根签子看看水痕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数到1/2水位线时停止数数。那么以后这个数字就是你进盆的时间。根系生长较好的，只需进盆1/3即可。也许这个方法很笨，但是管用。进盆出水后，切记把盆倾斜，让盆里的积水全部流出来。特别提醒，气温持续高于32度就不要进盆了。进盆之前看好气温及风向。进盆以后及时通风，就不会徒长，大约1个半月一次。另外，气温大于等于35度一定不要浇水。大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己的配土透水性等生长情况，活学活用。经验是别人的，要在实践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。夏季也是介壳虫比较猖獗的时期，一定要做好杀虫预防工作，提前放好小白药，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，是预防介壳虫的最好方法。法师类多肉容易长黑褐圆盾介，生石花和景天容易长根粉介，一般根上的小白点就是根粉介，用介壳灵、介壁质、塞虫芹、吡虫塞芹酮都能有效杀死介壳虫。如果是母本株抗性好，可以拔出来清洗杀虫，盆土高温消杀，或者换土后重新上盆。晚夏养多肉，到了9月、10月，北方已经秋高气爽，早晚天一了，我们南方依然骄阳似火，大汗淋漓，这时千万不能大意了，秋老虎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稍一疏忽就是前功尽弃。遮阳网不能一下就掀了，循序渐进，慢慢回到露养状态，给水的间隔时间也可以慢慢缩短，增加水量。到了10月想一盆的，就可以脱土休根了，养上半个月再上盆，看着涅槃重生的肉肉们，你就窃喜吧。尽管还是一片葱茏青翠，就算都是菜，也是你最爱的白菜心了。清理一下空盆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，看看群芳斗艳的肉肉，告诉自己又到了可以买的季节。这些年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都不能让肉肉达到云南那种极致状态，我也曾烦恼郁闷过，但是看见它们一年更比一年美，度夏也越来越轻松，就淡然释怀了。多肉很美，打理很累，每一次耕耘都要有静待花开的心态，养植物更是一场集天时、地利、人合为一体的旅途，每一颗多肉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它们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，所以别着急，仔细品味沿路的风景。最后，愿每一位肉友都能成功度夏，然后分享养护心得给花花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